新加坡政治将在1个月后翻开新篇章。总理李显龙昨天宣布，将于下个月辞去总理一职，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将接任。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按照新加坡首2任总理李光耀和吴作栋交棒的时间表推算，李显龙很可能在5月13号及15号交棒的2天前，连同整个政府班子一起向新加坡总统尚达曼递交辞呈。黄循财预计会在接受总统的任命时提呈新的内阁名单。联合早报还称，今年8月的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将由新总理向该国全国人民发表演说。此外，李显龙也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领导层更迭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重要时刻，而让新加坡保持良好运转和不断前进是政府不变的首要任务，也是第4代领导团队竭力要实现的目标。他呼吁新加坡人全力支持黄循财及第4代领导团队，与他们携手为新加坡共创更美好的未来。去年11月，身为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的李显龙在该党大会上宣布，将在行动党2024年庆祝成立70周年之前交棒给黄循财，由后者率领行动党出征下届大选。 Lawrence and the 4G team have been serving for many years now. They've taken on greater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y are preparing well. I want to help him fulfill his responsibilities leading the country so that Singapore can continue to succeed beyond me and my 3G minister colleagues for many, many more years to come. 李显龙生于1952年，是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的长子。上世纪80年代起步入政坛，先后担任新加坡国防部第2部长、贸工部长、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等职。2004年8月就任新加坡总理，连任至今。李显龙目前还担任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秘书长，该党成立于1954年11月。2023年11月5日，李显龙在人民行动党的党大会上回顾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一度哽咽。It has been my great fortune It has been my great fortune and honor to have served the country. 黄循财出生于1972年，现年52岁，于2011年首次当选议员，曾在新加坡国防、通讯及新闻、文化、国家发展、教育、财政等部门任职，曾任新加坡抗击新冠疫情工作组负责人。2005年，黄循财被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看中，出任总理首席私人秘书达3年之久。2022年4月，黄循财正式获推举为第4代领导班子的领军人。黄循财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说，他很荣幸应邀担任新加坡总理一职。I accept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humility and a deep sense of duty. I pledge to give my all in this undertaking. Let us move forward as one team Singapore and write the next chapter of our Singapore story together. 黄循财1972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海南。父亲于20世纪40年代离开海南，来到当时的马来亚，协助做厨师的爷爷。虽然是华裔，黄循财的中文却是在进入学校后才学会的。记者在2021年12月的采访中用中文提问，黄循财理解无碍，作答时则选择使用更为流利的英语。黄循财曾透露，从小在家他是用英语和马来语与父母沟通的，自小缺少讲中文的环境，所以后来在学中文时相当吃力，但经过努力，已经能用中文准确表达。担任副总理后，也多次使用中文演讲。我们虽然是个年轻的国家，但这些年来经历过不少挑战。在面对每个困境时，我们都展现出新加坡精神，并且越战越勇，变得更加坚韧、更加团结。去年12月5日至8日，黄循财率团访华，阵容之大历来罕见，也是黄循财2022年6月升任副总理后，首次以总理接班人姿态率团访华，可以说是一次重要的对外铺垫之旅，确保在新加坡新一代领导班子接班后，将新中两国过去数十年来的良好密切关系顺利延续并发扬光大。
昨天是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相关活动。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现场表示，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会像病毒一样继续袭击我们，因此不能好了伤口忘了痛。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表示，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10周年。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论述为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加快推动香港由治及兴、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提供了根本遵循。夏宝龙表示，今年3月19号，香港特区立法会全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这是一国两制实践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香港进一步筑牢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屏障。夏宝龙还指出，要实现由治及兴，就要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有全体港人的努力打拼，香港由治及兴，未来可期，前景广阔。我们坚信，新时代列车香港号的车轮一定会滚滚向前，不可阻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后，敌对势力会继续因为政治利益持续攻击香港，必须解说清楚，条例明确尊重保障人权，坚守法治原则。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仍会像病毒一样继续袭击我们，因此我们不能好了伤口忘了痛。保安局和律政司会继续做好解说工作，让大家更了解条文的内容。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在现场参加开幕典礼。香港中联办主任郑燕雄表示，堤坝的效能在于无漏洞、无缺口；法治的效能在于成体系、无缺陷。香港国安法与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驻港国安公署与特区国安委双法双机制是香港法治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石。从此以后，双法双机制必将有效发挥中央事权和特区责任双保险作用，成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标本兼治之策。就在上个月，香港特区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为香港实现由治及兴提供坚实支撑，翻开了一国两制事业新篇章。香港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后的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对于香港有着重大意义。不少与会人士在接受深圳卫视驻港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他们对于香港全力拼经济、谋发展充满信心，但同时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仍需要提高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在接受深圳卫视驻港记者采访时表示，夏宝龙主任在致辞中多次提到一国两制对于香港的保障作用，并让香港用好普通法制度優勢。他認為這也是再三提醒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一定要具備國際視野，發揮獨特優勢。制度係完整咁樣保護咗香港呢個家園，為國家保護好香港之後呢，我哋呢就係應該輕裝上陣，去發展好經濟。越安全，香港才能越發展，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林志穎參會的最大感受。接住落嚟嘅話呢，我哋既係要用高水平嘅安全咧去保障香港嘅高質量發展，咁喺經濟發展嘅同時呢，其實亦都要做好我哋國家安全嘅一啲教育同埋一啲具體嘅一啲落實，咁樣香港嘅發展呢，亦都係會非常光明啦。咁同埋呢，今日其實亦都俾到我哋在場人士呢滿滿嘅信心。